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即便如此，也要造册登记，交内府备案。好。王后不好了！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宣孟昭氏内府问话，一直都没回来。出什么事了？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这怎么可能？王后，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从孟昭氏身上下手？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这事儿传出去，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叫祸不单行。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孟昭氏又出事了，躲是躲不掉的。去宣示殿。罪妇芈姝参见大王。王后这是为何？芈姝身为后宫之主，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难逃失察之责，疏忽之咎，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望大王责罚。此事也怪不得你。孟昭氏不守妇道，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挑拨是非，兴风作浪，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是背着人做的。而和氏璧一案，你也是侥幸，若中毒的不是芈月，就可能是王后。如此看来，王后也是受害之人。大王，继儿，给娘亲笑一个。孟昭氏死了，来，你先下去吧。走喽。他是怎么死的？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孟昭氏也是可怜，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锦诗也跟着毁了。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孩子早产，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这般寒冷的天气，王后竟粗麻素衣，赤着双脚到宣示殿去请罪。幸好大王明察秋毫，倒也没过分责怪他。人在后宫，如周行江湖，到处都是暗礁潜流。纵然自己小心，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是啊，陪我去看看王后吧。王后，芈八子来了。王后，已经是早春了，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昨日刚下了大雪，冰封千里，哪里有春意？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可惜各花入各眼。姐姐，好了，上次之事，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珍珠，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是。姑姑，
你看，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就往雪地里跑，当心着凉了。你们两个丫头也是，让你们跟着八子，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姑姑，都已经开春了，开春的风最冻骨头。哎呀，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不让骑马，不让使鞭子，不让见风，不让见雨雪，不让晒太阳，不让多走动，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转眼就忘了。所以呢，玉儿得抓紧，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呸呸呸！姑姑，看看好不好看啊？好，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满山遍野的都是，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前2年我求着大王，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连个谢字都没有。大王，臣妾这时才看到，刚刚摘下这几枝，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元日刚过不久，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哎，仙儿慧儿，你们多带些人过去，多摘些，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让大家也添添喜气。是。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儿来了？刚才在王后那里坐了坐，顺便过来看看你。函谷关集结了大量秦军主力，军中粮草吃紧。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饰筹备军粮，没想到王后真是深明大义。函谷关那边怎么样了？函谷关连日大雪，近日接到战报，各国兵马中只有韩、赵、魏3国兵马抵达了函谷关，燕国兵马尚未出动，楚国20万大军走到半路，突然说因为太冷没有冬衣，不肯再前进一步。2日前，司马将军趁着大雪，夜袭了魏国的粮草大营，烧掉了他们的粮草，并意外虏获了几名建造弩机的韩国工匠。大王的话让臣妾想起一件事：孟莹嫁入燕国那寒苦之地3载有余，刚开始燕国那边还常有书信来往，自从燕王驾崩后这半年多，怎么变得渺无音讯了？是啊，寡人心里也惦记得很。张子不日便会到燕国都城，他定可以见到孟莹，带回音讯。公子，咸阳城到了。先生是来住店的啊，你们秦国大王招贤纳士，我会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哎，里边请。这位校尉，在下东周国世子苏秦，有一封重要书信要面呈你们大王。就凭你，说想见大王就见大王，我们大王哪有这般空闲？苏秦愚钝，还望这位校尉不吝赐教。你是世子，凡世子见大王都凭借策论高低，你的策论若有见地，还愁大王不召见你？此话当真？大王爱才，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多谢。姬儿，看看这个是什么？看看，姑姑魏夫人来了。怎么了？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稀客。谁啊？披香殿的魏夫人。请她进来。是。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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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见过魏夫人。哎呦，妹妹太客气了。
快坐。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真招人喜欢。你看，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是，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他该午睡了，把公子抱出去吧。是，走喽。哎，走。哟，前些日子，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图个开春的好彩头。姐姐无以回报，也带了些东西给八子。刚好啊，前一阵子华儿猎了些白狐，急坠成裘，让人赶着做好给我送来。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妹妹赶紧试试，看看合不合身。魏夫人客气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如何承受得起？我是特地来向妹妹道谢的。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聪颖，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姐姐险些误会了王后，伤了后宫姐妹的和气。我一心只想报答，但思忖着这入口之物，难免忌讳，所以……姐姐快起来，姐姐言重了。妹妹，你是对姐姐仍心存芥蒂呀？魏夫人若是真心，这声谢我收下了，但狐裘还是请魏夫人拿回去吧。这，妹妹，你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吗？夫人刚才说了，这狐裘是公子华对夫人的一片心意，我怎敢随意夺取？公子华孝顺，是魏夫人的福气，我也盼望着继儿有朝一日能长大成人，如公子华一般建功立业，得一方封地。自此，我也就一生无求了。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样。哎呀，只可惜他人对我误会已深。妹妹，你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姐姐愿与妹妹亲如手足。照我的脾气，就将他撵出去。他那次几乎害了你和小冉的性命，如今拿一件狐狸皮就想糊弄过去，哪儿那么容易？或许魏夫人想做个洗心革面的人，在宫外面也许有，但后宫里头不会有。亏你没收他那件衣服，不然我还真得一把火烧了他。说什么入口之物难免忌讳，当年你娘亲就是穿了一件微后送来的锦袍，弄得生不如死，否则……八子，姑姑为何这么不开心呢？没什么开心的事儿。谁说的？这眼下就有一桩。你说说看。大王让母亲告诉八子，过几日魏冉要跟着司马将军回来了，而且要在咸阳住上2日。大王要他回函谷关前进宫看看八子，让你们姐弟团聚一番。姑姑，小冉要回来了。是，小冉要回来了。小鸟飞，小鸟飞，要吗？要吗？母亲说过几日，这都过了几个几日了，小冉为何还没有回来呢？小冉就算回到咸阳，还得跟着司马错将军忙碌军务，闲暇了才能来看我们。小冉那么大点孩子，上沙场不哭就不错了，还能忙碌什么军务呀？难怪一路都在打喷嚏啊！原来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呀！啊？哎，不认识了。小冉，小冉。
我高了。小冉一转眼变成大人了。小冉，姑姑，我回来了。小冉，小冉，姐姐，小冉，小冉想念姐姐。姐姐一想小冉，都变成大人了。小冉，你看这是谁？这是继儿，快叫舅舅。继儿，继儿，我当舅舅了，我当舅舅了。来，继儿，继儿，姐姐觉不觉得继儿跟我小时候有些相像？可不是，都说外甥像舅舅呢。不过继儿可千万不要真的像我。小冉从小到大，给姐姐、给姑姑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祸事。小冉，让姐姐好好看看你。告诉姐姐，你打仗时受过伤，对吗？我知道你吃过许多苦，还不愿意说。你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姐姐希望我做个驰骋疆场的男子汉，小冉从来没给姐姐丢人。这次随着司马将军去袭击魏国粮草大营，小冉又立了军功。函谷关那边战事如何了？楚国兵力正在函谷关外集结，幸好楚离子刚刚带着12万的增援人马抵达函谷关，那这仗就好打多了。哎，对了，找什么？我那包袱呢？啊，在这儿呢。哦，好，来，这些东西啊，都是要交给姐姐的，都是小冉军功受赏得来的。有金，还有功勋田，不过只有10亩，还望姐姐不要嫌弃。哦，这2块玉也是我在疆场上得来的，就算作是给继儿的见面礼吧。小冉，这些东西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以前还要托放在别人那儿，这次总算能见到姐姐一面，就都带过来了。傻孩子，姐姐这里什么都有。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小冉用性命给姐姐挣来的，以后小冉还要挣更多，给姐姐，给姑姑，还有继儿。好，那姐姐先给你收着，再给你添上一些，等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用。姐姐，慧儿，把衣服拿来。是。姑姑和姐姐给你做了几件新衣，你在外行军作战，千万别受寒了。哎，哦，看着就暖和。小冉，姐姐几年前给你的东西，你可妥当收着了？姐姐说的是《孙子兵法》13篇。正是。放心吧，小冉一直缝在贴胸的地方，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可是我随身不离的先生，我要时常向他请教呢。那是大智慧，会让你受益匪浅。小冉明白。来，试试。好，试试。
怎么不吹了？许久不吹，都忘了曲调。曲中有些呜咽之声，甚是悲凉。排箫的心是空的，芈月的心也是空的，彼此两相依。是因为你弟弟小冉走了吗？司马将军告诉寡人，魏冉天赋异禀，才思敏捷，假以时日，定是个领兵统将的人才。多谢大王赞许。大王日日忧心国事，可芈月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寡人心中想起一事，或许芈月可为寡人解怀。还记得四方馆吗？那些士子天天雄辩，很多都会写成策论，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军情紧急，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你若无事，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挑选分解。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倒可让你增长见识，辨别蛊惑之言。真的？寡人何时骗过你？芈月多谢老伯。为何要谢老伯？周有太任，善教文王，可谓良母；亦有一将辅佐武王，可谓贤妇。月儿不才，月小先贤，为夫君分忧，也为将来教导继儿，增长见识。既然丫头喜欢，就这么定了。那此刻，我再为大王吹上一曲。好。开始吧。卷好了，把它挂上去。是。以天为法，为方以举。这是姑苏唐记的策论，属于墨家。把它分开放。是。哦，这位校尉，怎么又是你？请问大王最近可有看我的策论？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日日来问。大王最近忙于军务，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赏识你，自会派人去找你。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不，在下不是想当官，在下真的有急事。这位校尉，麻烦你通报一声。行了，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就急成这样？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都跟你这样，这宫门不走人了。走。不是，这位校尉，我真的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在下苏秦，姓苏名秦，东周人。我这次不走，快滚！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我怎么口吐脏字了？我说什么了？快滚！发子，天晚了，不急在这一时，咱明日再来吧。不急，让我看完这一卷。这天一黑，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
我看完这一卷吧，这一卷是墨家博儒家的言论，格外精彩。再过一会儿，大王就要回宫了。好了，走吧。是。姑姑，我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继儿呢？继儿一直哭着找你，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学会如何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等继儿长大了，会明白你这个当娘的一番苦心的。刚才夫人说到读策论，倒是想起了木心今日说的一事。怎么了？木心出宫办事回来，见到一位姓苏的东周游士在和守门侍卫赌气，大概是他向大王投了策论，所以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宫门外追问大王看他策论的结果，反倒被侍卫嘲弄。说来也是好笑，难道他以为大王那样悠闲，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游士在写策论吗？你不要笑话人家，保不定像他这样的人当中就有未央吴起。假若一直得不到国君重视，他会一气之下投向别国。哎，八子不正好在帮大王看策论吗？那就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到底是何事让他这般急不可耐的。当儿百日时，芈月曾送他一个金锁。下月嬴稷就满2周岁了，这块玉佩送他，应该也说得过去吧？这玉佩是王后出嫁时魏后给的陪嫁之物，为何要给芈月？住嘴！你们要是再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交房殿就留不住你们了。是芈月向大王澄清，救了咱们的性命，做人要知恩图报。出去外人面前提到芈月，更要恭恭敬敬的。王后，自从那个假和氏璧伤了芈月之后，王后也跟着受了连累。虽然后来还是还了王后的清白，但大王对王后仍旧冷了许多，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就算来了，也是几句话一杯茶，转眼人就到西片殿去了。眼下大王的眼里只有芈月一人，长此以往，这后宫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王后，奴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王后今日赐芈月一个金钗，明日又赏她一块玉佩的，可是那芈月呢，何曾对王后感恩过？今日也不常来请安了，说什么大王让她到成明殿去研读策论，那成明殿是什么地方？王后都不能随便出入，怎么倒成了芈月的书房？王后，奴婢实在是替您感到委屈和不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争这一时长短，哪有来日天地？这些日子，我把进宫后的诸事细细的想了一遍。我是楚国的嫡公主，嫁到秦国为一国之后，但万事都不如那芈月伶俐周到。芈月能的，我不能，所以种种困顿怨不得别人。你们都起来吧。你们的心思我懂，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别在乎这一钗一玉的，都是身外之物。你们说，眼下是什么季节了？冬天过去了，已经开春了。冬日万物蛰居养息，眼下已是春天了。把眼睛放亮了，到处都是机会。大王，王后求见。让她进来。是。大王，王后有事吗？臣妾听说函谷关战事吃紧，大王运筹帷幄，日夜操劳，心神交瘁，臣妾十分不安，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忧。后宫千头万绪，
王后已经够辛苦了，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无论前朝后宫，眼光见地均是第一位的。臣妾过去见地不足，料理后宫捉襟见肘。听说承明殿策论堆积成山，芈月帮着翻阅分类，仍是左支右绌，臣妾愚钝，愿效犬马之劳。王后的意思是，大王珍重才学出众之女子，臣妾作为大王之妻，后宫之主，理应不耻相师，研读策论，提高学识。疏而不才，望大王御惩。王后勤奋好学，寡人自当成全。多个人手，多把力气，你与芈月共同研读策论，定能相互切磋，相以成强。谢大王。王后，请。珍珠，给我。妹妹，这份策论讲了一大堆诗书礼乐教的好，可又讲了一堆清静归隐、安贫乐道。这世子说他是儒家，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儒学中有多个学派，我想这个世子推崇的，该是儒家中的颜氏之儒。颜氏之儒。挂上牌子，勿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始，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都2个多时辰了，我也真是有点乏了。珍珠，你去给我们姐妹烹壶好茶来。是。姐姐乏了便歇一歇。这些策论读起来虽都新奇有趣，但分类却是个心细的活儿，急也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我可就真歇歇了。父王，出何事了？大王，到底怎么回事？臣妾和芈月在翻看各国游士送来的策论，结果在这个苏秦的策论中发现这封卷书，上面是大公主的笔记，不敢延误，所以来禀报大王。大胆小人！大王，怎么了？你自己看。那苏秦如今何在？已经派人去请了。在下东周世子苏秦，见过秦王。此物从何而来？
为何要夹裹在你的策论当中？大王如此发问，想必是知道此书信为何人所写了。单凭一封书信，或为伪造，只怕说明不了什么吧？大王可认得此玉佩否？果然是梦莹所有。自燕先王驾崩以后，太子快继位，他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国事权掌控于相国子之之手。子之野心勃勃，有心图谋燕王之位。因忌惮义后母子的存在，所以半年前将义后梦莹3岁的儿子公子直送到韩国为人质。子之还不放心，与韩王勾结，把梦莹母子幽禁于韩国都城。如今听闻燕王快欲将王位让于相国子之，倘若子之成功，义后母子必将为其所害。岂有此理！燕王昏庸，子之大胆，这是趁人之危。大王好像有心事。大公主的求救信是王后发现的，王后对此有何看法？燕国如此对待大公主，实属无礼。大王即使出兵讨伐问罪，也是情理之中。但眼下函谷关军情紧急，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所以臣妾以为，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王后的意思是，先解函谷关之围，再救大公主之危。梦莹向来识大体，她若知道内情，定能体谅大王的苦衷。大王，丫头啊，依你看，寡人当派兵去接梦莹回来吗？若以国事论，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问罪燕国。更何况张子刚刚游说燕国同意退出公孙衍6国联兵之术。但是什么？但若以家事论，作为父亲，要接回在困顿中的女儿，那只需一对轻骑，乔装改扮，潜入韩国，接走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事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公子直也是一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莹？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冉带一队轻装骑兵，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捣函谷都城，接回梦莹母子。你不会反对吧？魏冉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大王不会看错人的。好，母亲，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誓殿听旨。是。王后，园子里春意正浓，花儿开得可好看了。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大王派魏冉去接梦莹了。大王的心思，
只有芈月能猜得透。别人就算再费心机，也比他晚上几步。王后心地纯良，哪像那个芈月工于心计。纯良二字，说来好听，实则无用。大王要的是懂他的人。来了。玉，大公主，大公主，芈月，梦莹，姑母，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啊，侄儿，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与小公子不幸失散，魏冉带人去寻找了。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走，快进宫吧，快进去。姐姐，哎，小冉，姐姐，小冉，我的侄儿呢？小公子呢？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不料遭到强兵阻截。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侯雍的兵马。赵国？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这事怎么会扯上赵国呢？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大公主，大公主，蒙阳，大公主，蒙阳，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孟莹，若是能救，寡人岂能坐视不管？看来此时赵侯雍早有预谋，他劫走侄儿，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他才3岁，父王，我的儿子。你放心，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据报，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而此时，赵侯雍扣着你儿子，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就算他不伤我儿，可我儿年幼，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父王，我求求你，你送我去赵国，让我去赵国办几颗汽车。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糊涂！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你可是为了救你，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你说走就走，难道将国家大事、将士性命视为儿戏？几年前，为了秦国，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父，没有夫，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这个要求过分吗？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永远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大王，大公主她……芈月，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出去吧。是。
继儿已经睡下了，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我这会儿还不想睡。月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葵姑，你看看大公主，我曾羡慕过大公主。她有大王的父爱，有嬴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身为嫡公主，出嫁为王后，孩儿可以继承大位。可如今，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男人争到了宫宴，女人则流尽了眼泪。姑姑，我不喜欢这样。可身为女子，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行步。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在下苏秦参见义后。苏公子，快请起。可否进去说话？请。敢问义后，这是什么意思？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请受梦莹一拜。义后不必如此，实在是折煞在下了。当日梦莹被困韩国，求守垢面，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您身为秦公主、燕王后，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苏秦扶危救弱，义不容辞。国相子之害我母子，祸乱燕国。苏公子人人君子，使梦莹脱离大难，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自当重谢。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苏公子救我于水火，梦莹无以为报。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苏秦只求惺惺相惜。现在看来，义后也不能免俗啊。苏公子洁身自好，梦莹知道，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义后若真想谢苏秦，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至于这些财宝，在下不会接受。梦莹愚钝，既羞辱了公子，又羞辱了自己，还望公子见谅。哎，义后不必过分自责。在下失礼了。咦，这是什么呀？要鸟，要鸟。我喜欢鸟。今儿要小黄鸟，交给娘亲备凯风。继儿要是忘了的话，葵婆婆帮继儿背吧。哎，会不会啊，继儿？海风自拿，吹比齐些。背得好。大王，继儿，继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说说看。娘亲辛苦。说得好。娘亲呢？小鸟被人抓走了，他们的娘亲找不到他们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小鸟的娘亲会哭吗？当然。小鸟怎么办？葵姑，带继儿去玩。来，继儿，婆婆带你玩。大王刚才的样子好高兴。
函谷关传来战报，司马将军率部出击，联军不堪一击，一战而溃，斩敌3万。联军堵在我家门口快1年了，期间我们战死了1位公子，7位封臣，5万将士。今日总算缓解了联军的进攻之势，也让寡人松了口气。恭喜大王！那大王，趁着函谷关大捷，大王能否让小鸟和他的娘亲从此团聚？你是在为梦莹求情？是。既然赵国在函谷关吃了败仗，折了他们的傲气，那正是大王与他们周旋的好机会。你不知赵侯雍，列国君王中，齐王、魏王早已迟暮，楚王武断，韩王怯懦，燕王糊涂。能与寡人相比者，为赵侯雍，有极大的抱负和野心。如今，公子职已经落在他手中，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若梦莹再落于他手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母国是她唯一的靠山。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族儿女去为秦国牺牲。大王应该有办法让他们觉得为母国牺牲无怨无悔。国家大政，顾不得儿女之情。有时候儿女之情也是国家大政。人世如棋，暂且让掉一个子，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子。大王，就算这次让些许利益给赵国，但并不等于将全盘都让给了赵国。但若是儿女对母国心死，是救不回来的。你为梦莹求情，是因为你跟她感情最好？不，臣妾只是说句真心话罢了。我曾有过求告无门的时候，知道那种苦。若是每个人都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袖手旁观，那就别指望他自己落难的时候会有人相助了。倘若你帮了别人，到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依旧无人帮你呢？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可斤斤计较，我也并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没有，那自然谈不上收获了。大王，寡人会派人出使赵国。多谢大王，多谢老婆。真是绝世良才，可惜啊，可惜。妹妹看到了什么好文章，竟然如此感叹？是苏秦。苏子的策论可谓辩才无碍，满腹经纶。既然如此，还不赶快举荐给大王？这只怕有些不妥。有何不妥？苏秦的策论言辞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其实与张子相差无几。这有什么不好吗？从策论中可见苏秦孤芳自赏，桀骜不驯，这等清高之人极易过分偏执。你可知行走列国游说君王，凭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洞察人事。朝堂之上若不知缓转，只怕很难与他人相处。可妹妹说他是个绝世良才，如此社稷之气，若落入他人手中，岂不可惜？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正因为苏子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我想起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
一山不容二虎。眼下秦国朝堂之上，张子深得大王重用。从策论中，可窥知苏子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若引荐苏子入朝，他与张子相处和睦还好；若是不和，只怕会让大王十分为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让大王自己决断吧。香儿，把苏秦的策论和其他选出的一并送到宣誓殿去。是。大王，苏秦求见。何事求见？承明殿已将苏秦的策论送来多日，他想请大王面见，一述策论。这策论可有芈月的特别推荐？那就先退回吧。是。王后，大公主，大公主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派去出使赵国的甘茂大夫回来了。甘大夫把公子直接回来了？没有。赵侯雍先是称病不见，后又百般推诿，交涉没有结果。就算如此，大王也还是会另想办法的。王后费心了。无论怎样，大公主能在韩国将求救书信托人带出，一世吉人天下，十分难得。那带信的世子更是锲而不舍，百般不易，才将大公主的书信送到大王手中。那苏秦的确是忠义之士，救我母子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恩大德，让梦莹此生无以为报。据我所知，苏秦是饱学之士，他的才华若能得到父王的赏识，留在秦国建功立业，岂不也是美事一桩？大公主说的当然不错，不过我听说，苏秦给父王上了数次策论，都石沉大海。王后是否得知原因？虽然大王让我与芈月一同研读策论，但苏子的策论从未沾过我手，都是由芈月考量。我想苏子的才华，芈月一定也看到了，定会鼎力相助，将苏子推举给大王。什么时辰了？快到4时了。快，扶我去承明殿。王后担心。王后最近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让您少劳累，多休息。今日承明殿就不要去了吧。每日策论呈给大王，都是芈月在那儿自说自话，大王偶尔找人来研讨，眼里也都只有芈月一人。我若再不去，那承明殿可就真的成芈月一人的天下了。可王后您的身子……走吧，去承明殿。姐姐，你身子不适，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不碍事。芈月，哎，大公主，大公主来了。王后，快来。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恐怕会愁闷死的。可外面天气那么冷，哎呀，你手冰冷，
香儿，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是。父王果真信任你，把这些重要的异国之策放到案头，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哪敢随心所欲？明明是战战兢兢，唯恐有所疏忽，有所遗漏。芈月做事一丝不苟，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读过。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纵横捭阖，堪称大家之作。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你是说毫无新意？角度虽有不同，但乃是异曲同工。这是芈月的见解，还是父王的见解？芈月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但是否取用，全由大王定夺。这么说，父王的定夺，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大公主这么说，真是抬举芈月了。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那梦莹就不打扰了。大公主，王后来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王后，王后，王后难得来我这儿啊。王后请坐。大公主也坐。就是过来看看你。自从大公主出嫁，我心里一直牵挂。当日只想大公主的婚事有些牵强，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挫折与困顿。梦莹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命不好。大公主何苦如此自怨自艾？吉人天相，说不定身边就有人能帮你呢。我是父王已嫁出去的女儿，命如草芥。大公主与芈月一直交好，在后宫，芈月深受大王宠爱。大公主心里若有难处，何不求芈月帮忙？芈月也只是后宫嫔妃，尽管父王对她宠爱，但识人用人这种大事，恐怕芈月也做不得主。大公主错了。大王一贯对芈月言听计从，芈月就算做不了全部，也能做一半的主。大公主应该知道，张子张相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比。父王爱惜张子的才华，张子有才不假，但若无芈月，他怎可能在朝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既然芈月能帮得了张子，就能帮得了苏子。张子与芈月的情分与他人不同，张子曾对芈月有恩，芈月知恩图报也不为过。所以芈月不愿有人在朝中与张子并肩，互争短长，也是情理之中。这小衣裳好讨喜呀，是大公主为公子侄做的。我日日除了思念孩儿，还能有何事可做？给他做一些衣裳，一点点裁剪，一点点缝纫，就像一点点摸着他的小身子。公子侄真是有福气，我可从没给当儿做过这么多的衣裳。这个是给大王做的。父王挑剔，这香囊我还不知送不送得出去。
做得真精致。大公主向来心高气傲，今日看她的模样，却可怜得很。我原本只是猜测，今日之事真是巧中带巧，一下子看破了她的心思。大公主的心思吗？心高气傲的人，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她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